后，皇后，上官大人他们来了，一伙子人正急急忙忙往您这儿走呢。还有谁？还有皇上，皇上也来了，带着王福胜王师傅。知道了，你下去吧。是。刑侦，继续。皇上，头又疼了，有点儿。现在是什么年？麟德元年。麟德元年，19年。算来媚娘玉真有19年了。福生，臣在。你能肯定皇后？臣肯定。当断不断，一患无穷。皇上，去晚了，恐怕那个道士就要溜了。走吧。新真，兴许我明天就和你一起回滨州了。回去以后，我就买几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住在观里，粗茶淡饭，潜心读经。皇后过不了这样的日子。您的命与淡泊相冲，我倒是看您眉间紫气冲天，这预示着您的命数才刚刚开始。皇后，皇后，皇后，皇上已经过了牡丹园，中途停了一会儿，好像头疼病又犯了。皇后，你赶快拿个主意，最好让郭道士先避一避，免得给人口实。你先下去，在外面候着。是。新真，你还记得我们家乡的花儿歌吗？唱一首给我听听。皇上，贫道郭行真叩见皇上。衍圣之书。贞观末年，长安城内妖气纵横，数十集结，借祈福占卜的名义大行不义，纷纷设坛做法，搅得民心恍惚，民智顿结。先皇为此术颠倒天地正气，张扬魔界冤首，遂下旨明令禁止衍圣繁衍，并列入唐律，持续至今，法典清明。难道皇后认为大唐的法律只对平民，对您就可以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皇上想废我，随手可拈来种种理由，干嘛非得给我捏造罪名？皇上，您忘了，我曾经跟您提过清平观那个叫郭行真的孤儿吗？就是他，如今已长大成人。近日，我噩梦缠身，
心智烦乱，就从家乡请来了道士，一来为了驱魔，二来想听听久违的乡音。怎么，我连这点自由都没有了吗？难道家里来个道士，还远非术士，就成了大搞衍圣之术，就罪大恶极，如贞观末年的妖术之灾了？其实，我知道皇上早晚会来，只是没想到，还带着这么多人。您是一国之君，立后废后，理当易如反掌，如拂去袖上的微尘。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行囊，明天一早就同郭道士启程还乡，回去安稳过我的清贫日子。你上官大人一向慈眉善目，怎么今天也竖起了眉头？难道真如道长所说的，这宫里有股子邪气？立后废后，并不像皇后说的那么简单。这虽为皇上家事，但也关系着社稷利益。皇后是否知道，最近流行于长安市井的歌谣啊？上官大人指的，可是这首病龙诗吗？如果大人非要把废后扯为国事，要为我出宫找个罪名，那我就不得不理论，省得我出了宫还留个骂名。王福胜，臣在。我平日待你如何？皇后向来待我不薄，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你为何以冤相报，以仇相答？皇后，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不明白？德顺，在。你进来。是。皇上，皇后，你把实话说给皇上和上官大人听。是。皇上，这诗是师傅差人写的，后来流传出宫，满世界都是了。写诗的人也是个太监，师傅把他给送出宫了，再也没有见过他。王福胜，这是真的吗？王福胜，你这不可能！皇上，恕罪啊！皇上，饶了王福胜吧！皇上，皇上，皇上，饶了我吧！把他拉出去！皇上恕罪啊！皇上，皇上，恕罪啊！皇上，皇上，我同意上官大人的说法。立后废后虽为家事，亦为国事。皇上毕竟是天子之身，婚丧嫁娶也就不能儿戏相对。我是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后，自己不敢断言，标准在皇上那儿。不过，我唯一敢断言的是，毕竟我正在为做一个称职的皇后而努力。如果我的意见与皇上相左，甚至相冲，我虽为皇妻，也是朝中之臣，论纲议政是我的责任，也是一个称职皇后的责任。
如果皇上想借此让我从此以后对朝政缄口不谈，那我可做不到，也不符合我的秉性。那就请皇上现在就废了我。算来，我服侍皇上也近20年了，现在怎么走了，于心不甘。媚娘，这都是误会，你可别这样。皇上，皇上，皇上，上官大人手里拿的是什么？没什么，最近新做的一篇文章而已，不足挂齿。早就听说上官大人学富五车，思如泉涌，是当朝少有的儒雅才子。太平也经常在我面前夸赞您讲课博古通今，妙趣横生。早就想见识见识您的飞扬文采，今天可算有了机会，您可否赏个面子，让我也能领略拜读一下您的大作？皇上，皇上，皇上！皇后，我入宫时为贞观23年，当时任河北道宣慰安抚特使，7品芝麻大的小官儿。那年，太宗仙逝，高宗即位登基，我有幸荣临登基大典。那空前的盛景至今历历在目，永怀不忘。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3呼万岁的心情，觉得生于如此辉煌的时代，自当殚精竭虑，忠君为国，以报答圣主知遇之恩。几十年来，我在关海之中一帆风顺，仕途畅通，有福无尘。正如皇后所言，得益于学富五车，思如泉涌，方能始终博得皇上垂顾，视我为主公之臣。如今朝纲紊乱，社稷垂危，我等上述奏折亦在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唉，可惜力不从心，功败罪成。我这一生很少佩服过什么人，但是我佩服您，皇后。您是天下最成熟、最阴险的野心家，是李姓王朝最危险的敌人。您将要取李氏而代之，这也许是天意，天意呀！您拿去看吧。上官大人果真出口成章，只是最后一句还欠斟酌。不过，我已经无所谓了。自从入宫就被人这么说，都大同小异。只是，您是第一个当面说的，我佩服您的胆量，也谢了您对我的钦佩。太平，来，别那么傻站着，过来。你母亲要考考你的学问，这是你老师新做的文章，念给我听听。母后，可我还有好多字没学过呢。
没关系，不认识的字就空过去。一篇好的文章，不在乎一两处晦涩费解的词字。念吧。诏书：皇后武则天出身微寒低贱，本是商家之女，全无什么术风范，深受商人见利忘义，薄情寡义之恶习。真观莫入宫侍奉先帝，胡绣偏能媚主，巧言极善攻谗。先帝英明，四处产什么根，致使无数妖。什么人间伏诛，野心勃然。什么是野心啊？野心就是想篡权。昭彰师淫为宇内宫，矫国政于什么朝野？致使朝纲混乱。什么是朝纲混乱啊？就是国家不太平。人心思变。别再念了。皇上，让他念吧。念吧。念呢？为临朝武士，性非温顺，地时寒微，掩袖什么魅惑主，尽什么邪弊，残害忠良，杀什么屠凶，弑君什么什么。母亲，我不认识了。那就念最后一句吧。神人之所同济，天地之所不容。朕为此书，痛定思痛，忍痛割爱，废后乐天。母后，父皇他真的要废你啊？文章果真写得不错，不愧为一代文豪，说得辛辣刺骨，意犹未尽。看来上官大人有点恨我了。皇上，皇上，您是明天上朝再宣旨呢，还是这会儿就算是宣了？上官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吗？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上官仪呢？父皇，上官老师怎么没来呀？父皇，上官老师今天怎么没来上朝？是不是病了？母后，上官老师是不是病了？我去看看他吧。上官仪被你父皇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听话。我告诉过你很多次，朝廷是一个有规矩的地方，不该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不许说话。多少年后，我的敌人仍把上官仪的流放算作我的罪过。很远的地方去。母亲终没被废掉。从那以后，父亲也就再没动过那样的心思。那就散朝。你奶奶后来对我说，她一生由衷钦佩2个文人，一个是上官仪，另一个就是后来的骆宾王。只可惜2人都决意与他作对，王福生自杀了。那年秋天，韩国夫人也病死了，父亲就一下子衰老了许多。离家别国整整3年，为了梦想中金碧辉煌的长安，都市里充满了神奇的历险，满足一个男儿宏伟的心愿。现在这是我新配置的百花香，又遇上了这你闻闻，般熟识的，是不是有早春的香气？我告诉你啊，贺兰姐姐今天用的就是这个香。西桃花，看着如黛青山，都没有丝毫改变。你拿着，也不知我给你的一夜就别离的妻子是否依旧红颜？拿着呀。对面来的是谁家的女子，生得满面春光，美丽非凡。这位姑娘，请你停下美丽的脚步。你可知自己犯下了什么样的错误？这位官人，明明是你的马蹄踢翻了我的竹篮。你看，这宽阔的道路直通蓝天，而你却让这可恶的畜生溅起我满身的泥点。怎么反倒怪罪是我的错误？你的错误就是美若天仙。你婀娜的身姿让我的手不听使唤，你蓬松的乌发障挡了我的眼帘，看不见道路山川，只是漆黑一片。你迎了我面前，让我胯下的这条畜生心动，忘记了它的主人是多么威严。走远点吧，你这轻浮的样子。你可知你调戏的是怎样一个多情的女子？她为了只见过一面的丈夫，已经虚掷3年，把几个青春都抛入无尽的苦海，把少女柔情都交给了夜夜空梦。快走远点吧，你这邪恶的使臣！当空虚与幽怨已经把她击倒，你就想为堕落再加一把刀，把她的贞洁彻底打翻。你这样做，不怕遭到上天的报应吗？上天只报应觊觎的蠢人。我已连遭了3年的报应。为了有名无实的妻子，为了虚妄的利禄功名，看你这满目春光，看着比春光还要柔媚纤贝的姑娘。姨妈，你怎么站在外面啊？去里面看啊！
想起长安3年的凄风苦雨，恰如在地狱深渊里爬行，看野花缠绕，看野蝶双双追逐，只为了临我当时那点点并不明白，韩国夫人为什么看到父皇和贺兰姐姐演戏不高兴。我也不懂戏中说的意思，但是父皇和贺兰姐姐都演得十分投入，心却比铁石还好像他们真是那样恩爱的情人。看鲜花缠绵，我比他们还在我长大之后的日子里，当我也有了爱情的经历，我回忆起那天的情形，才懂得父皇和贺兰姐姐的戏词中倾诉了他们之间的爱恋之情，以及父皇心中的苦闷和哀怨。我才知道他们在偷偷的相爱，这种危险关系威胁到了母亲以及姨妈韩国夫人。他们怎么了？人怎么都摔下去了？随我走吧。走。嗯？父皇，贺兰姐姐，你们去哪儿啊？昨夜，贺兰伺候的还好吗？还好。能得到皇上的宠幸，是贺兰修来的福分。她年纪还小，不谙世事，还请皇上别怪罪。自从正德2年入宫，算来也有10年了。10年来，承蒙皇上爱护，臣妾自是感激不尽。现在看来，我被皇上左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别胡思乱想，你只不过是偶尔风寒，静养几日，应如大养。我自己的病，我心里最清楚。您就别再宽慰我了。今后皇上一定要多保重。您的头疼病最忌思虑过度，朝中的事已经太多了，千万别再徒增烦恼。后宫粉黛3000，知我心意者，只有你一人。我18岁嫁人，27岁改嫁，前2个丈夫
都是薄情寡义之徒。皇上您儒雅温柔，让我体验了从未有过的幸福与快慰。10年了，我知道你心中有我，就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现在，我希望皇上答应我唯一的请求。哦，你说吧。我死后，务必命贺兰扶我灵柩回滨州老家。我知道皇上你喜欢他，你要真的喜欢他，就别把他留在身边。父亲早逝，我自有和妹妹相依为命。他的心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我现在时日不多，有些话不得不说了。媚娘自幼争强好胜，又城府极深。记得小时候，父亲送我一瓶玫瑰香精，妹妹知道了，哭了整整1夜。第2天，我把香精给她，她说：“姐姐的心爱之物，妹妹不能要。”我们相持不下，最后她说：“既然姐姐不肯收回，那我们都别要了。”她竟然把香精打得粉碎。皇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又缺少几分心机。这些年来，承蒙皇上宠幸，我想妹妹她不会不知道，她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一切都在她的眼中。我想，她对您也是一片忠心，对我也是非常忍让的。她为皇上日理万机，不论后宫朝野，事事都为皇上分忧解难，满朝上下无人不服。说来也很不容易。就他的性格，是不会容忍我们的。媚娘的心思，有时候真让人猜不透。我真不敢设想，一旦我不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皇上，你要是真喜欢贺兰，千万不要让萧淑妃的惨剧降临在贺兰身上。你也太多虑了，我一定会把贺兰照顾好的。
从未见过红，我的哥哥。他是那样一种男人，活得隆重而典雅，并且时刻都在动员一切热情，来呈现一个帝国太子所应有的骄傲与风采。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却似乎永远在担心他会突然失声痛哭。红是悲伤的，他内心荡漾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类似秋水般深刻的孤独。我们很少再见面，但我很想他。合欢，帮我修修鬓角吧。前天才剪过，今天就长这么长了，而且长得没什么规矩，像荒草一样。的确长得没规矩，但也不至于像荒草啊。我还没那么老。他们像小夫妻似的，长得没什么规矩，像荒草一样。小心他们听见。合欢怎么老是缠着红哥哥？当然了，他是娈童。什么是娈童？娈童你都不知道啊？你告诉我嘛，你自己去问问吧。我不去。你去，你去嘛！谁在那儿？太平，是你吗？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是我啊，红哥哥。我好久没见你了，在后宫待的又没什么意思，我想在你这儿住2天。你呀，你净出怪点子，来看我就看我吧，还偷偷摸摸的，像个小鬼似的。哎，对了，母后知道吗？哼，知道。她不让我打扰你。他说：“你现在是监国了，伟人在身，不能像从前那样玩耍了。”行了，别耍贫嘴了。合欢，你把渔阳殿收拾出来，腾给太平和韦妹妹住。我得走了，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监国，父皇和母后还等着我述政呢。太平，我马上就见母后。如果她不知道你来，看我怎么治你。快去呀，快点，快去呀，快去！红哥哥，等一会儿。有事吗？你叫什么？合欢。我和太平来东宫，皇后其实不知道。不过，你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反正你要见皇后，早晚会知道的。哼，这孩子。合欢，帮我修修鬓角吧。公主，别拿我开玩笑了。女孩子家哪来的鬓角啊？那你是男孩子，怎么也没鬓角啊？我还有事吗？没事了。哎，这个给你，作为你当监国的礼物。韦妹妹，这不是显的吗？这可不兴随便送人呐！我三弟喜欢你，这香囊可是他送给你的信物，哪有随便送人的道理呢？不仅不应该送人，你还应该精心保存好，
这样才对得起显对你的一片心意。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别让显伤心了。给我看看这梳子。哎，奇怪，这怎么是一半呢？另一半呢？这叫鸳鸯梳。要是当梳子用，就只能用这一半；要是对上了另一半，就不再是梳子了。那对上了会是什么？那对上了就……怎么了？啊，红哥哥没要你的礼物吧？我早就猜着了，你把显的礼物送给红，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你正跟显要好吗？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当然是男的。那你为什么女了女气的，还给人梳头？男人从来不这样做，除非你是太监。你是太监吗？我也不是太监。我给别人梳头，是因为我喜欢。谁规定男人不可以给别人梳头呢？男人就应该整天舞刀弄棒，说话粗声粗气的。反正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何欢，我们不理他，他是因为红哥哥不要他的东西才拿你撒气的。给我看看那梳子。哎，奇怪，怎么只一半呢？另外一半呢？这叫鸳鸯梳，公主。要只当梳子，就只能用这一半；要是对上了另一半，那就不再是梳子了。要是对上了会是什么？要是对上……怎么了？啊，红哥哥没要你的礼物吧？我早就猜到了，你把显的礼物送给红，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你正跟显好吗？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当然是男的。为此树立榜样呢。儿臣近日通读《春秋》，痛感此书危害极深。通篇尽是君臣猜忌、友朋争斗、兄弟相残的血腥故事，不仅授民以武，而且教唆阴谋诡计、废礼忘爱，堪称厚黑之模本典范。臣恳请父皇母后立即诏命天下，废止武庙，毁尽《春秋》，防民风败坏于未然，扬凛然、扬正义于即刻。说完了。我没关系，你继续。说的不错，您认为呢，皇上？你手里面拿的什么？一把梳子。呈上来，我看看。怎么只一半？另一半呢？另一半在东宫里。在东宫里。这梳子总是有一半在用，有什么讲头吗？没什么讲头，只是一半用着惯了，居然忘了还有另一半了。红儿今年有多大了？18。18了。18，
到了该成婚的年龄了。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人贤惠，人又长得漂亮。儿臣刚被立为太子，没心情考虑儿女情长，望父皇体谅儿臣心境，暂时将婚聚之事往后推延。这谈不上什么儿女情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生的规律。我18岁时都已经做了父亲，我已经下诏宴请裴将军父女，争取早日结了这门亲事，也好了了我们一桩挂念呢。儿臣诚恐不能从命。父亲您的要求实在让我惶恐不安。父亲，自古有多少才高志远的伟人，被男女私情缚住了手脚，终落得才情远逝，宏愿落空。儿臣实在不想重蹈其覆辙，此为一。其二，儿臣近日读孔子深悟贤贤易色的道理，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不错，自古圣贤皆洁身自好。红儿，你做到了吗？这要看怎么说了。圣贤有异，对此准则也有所不同。就依你的标准，你做到了吗？我想我做到了。你宫里是不是有个叫何欢的娈童？是有这个人。我听人说，你们常常同行同宿。皇上，孩子大了，有些事就让红儿自己做主吧。李义府，臣在。你们都是朝廷重臣，都明世事，不要被那些世俗所见所左右。红现在是太子监国了，以后有什么事就多向他请示，多听听他的意见。只要是太子能做主的，就不要事事请示我们了。是。我看红对圣人的教诲领悟颇深，对治国的道理也有自己的见地。一个孩子能有如此的眼光，在历朝历代的太子中都算是难得的了。你们先下去吧。臣告退。红儿，你是我最寄予厚望的孩子，因此你的一言一行都让我很惦念。最近，我听到了一些令我很不愉快的流言，希望那只是一些流言，都是有关你和那个叫什么何欢的娈童的，我很失望啊。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不知道父亲您都听说了一些什么。何欢跟随我多年，对我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因此照顾得格外细致周到。另外，他为人喜善单纯，虽为男儿，心思却细致的不让任何女子。我生活中确实少不了他，我倒是希望父皇您能够……好了好了，你只管记住，你是皇子，现在又是太子，
要时刻的提醒自己的一言一行，要符合一个高尚尊贵之人的规范。至于你和何欢的关系，他毕竟是个男人。皇上，御医已经在寝宫等候多时了。母亲，您也认为我需要这门婚事？婚姻对于我来说就那么重要吗？红儿，你必须从此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你，一位太子，未来的圣上，你个人的需要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需要。我们是谁呢？我们是你的父皇、母后，你的朝中大臣，乃至你的国家、百姓及你脚下的山河。我们目前需要你的婚姻，那它就必须是你个人的需要。我们想看到的太子是一个男人，是一个稳重、踏实、有责任感的男人。这就是你现在身份的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放心，我们才会心甘情愿地任你牵引着步入前途。而婚姻则是一个男人成人的仪式，是他真正成熟的标志。我懂了。但是对于那些被我们所忽视的，可是却又真正需要婚姻的人，母亲以为我们是否应该成全他们呢？当然应该了。一个真正需要婚姻的人，实际上追求的是幸福，而福祉是永远被成全的。好，那我就恳请母后将禁院中的红白莲2位公主嫁出去，她们才是真正需要婚姻的人。我以为他们已经得到了幸福。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他们在那里吗？他们在为大唐抚育红白莲花，代替李唐王室为万民祈求佛国的福祉。是的，但同时他们也正在为自己母亲的错误接受惩罚。谁都知道他们是萧淑妃和王皇后的女儿，上一辈人的恩怨纠葛不应该再延续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年近30了，无辜的青春正在被毒液般的孤寂与绝望消蚀，美丽的面庞也正在被条条早衰的皱纹撕咬。母亲，都已经过去20年了，您的敌人已经躺在地下，为他们的罪过遭受吞噬与腐烂，这已经是最严厉的惩罚了。我请求母亲放过我的2位姐姐。活人为死人承担罪责，是有违上天仁爱本性的。您作为一国之母，万民仰慕的神明皇后，更应该不计前嫌，赐予他们女人应得的归宿。红儿，恳请母后慎思。人的归宿都是上天注定的。身为大唐皇室的女儿，她们从未被我们忽视。而她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婚姻，恰恰是她们正在履行的职责。如果她们需要的就是牺牲她们无辜的青春，为我们大唐国运祈求佛光降临的话，
那么我身为皇子，负担着天下万民的重托，也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我请求替他们抚育佛花，这也许更能够表达我现在的心情。王子，你又射中了。好，把你的弓给我。这把弓您用过了，刚才用过了。胜败凭实力，临阵换弓撞大运，这恐怕不是雍王为人为事的作风吧？作风太一贯了，恐怕连鹌鹑都摸清了。而运气来无影去无踪，有时连自己都防不住。啊，看来老兄称不上福将，没有撞大运的命啊！我看今天你是输定了，换10把弓也没用，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赢的心情。心情？哼！我哪里还有什么心情？我就是不明白，我哪里比不上红？问题恰恰出在这儿，你哪里都比得上红。那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在这里打猎，在这里消磨时光呢？雍王应该明白，自古集大权者，绝非强者，心计才是取胜的关键。你哪里都同你母亲如出一辙，唯心计还略欠一筹。母亲，怎么什么都是母亲？这是谁的天下？难道母亲还成了主宰一切的神不成？你母亲自然不是神，但她至少是一位非凡的人。她虽谈不上主宰一切，却着实掌握着太子的命运。红的情况正在验证这一点。我也听说，大哥在宫里的情况不是很好。的确，红最近接连发布政命，大失仁政，朝野上下已渐露非议。他召先朝老臣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侯主编从台预览，重修历史，为一些已经定了义的侍臣们证明还望。初衷自然无所非议，但却恰恰重了仁义而轻了利害。而当今朝廷人事何为利害？恰恰是您的母亲。这正是令我寝食不安的症结。难道大唐才疏，只有母后能成全她的命运吗？你母亲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皇后了。时下，她的好恶取向决定了人事臣服，已是朝内不争的事实。木已成舟，可悲与否暂且不论。君子先识利害而后行大义，红却不懂这道理，一意孤行，太急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却不知自己的地位犹如杀气，一触即倒。而这正是你要吸取的教训。二皇子贤听旨。皇后手谕，皇后手谕，宣二皇子贤入后宫听旨，钦此。遵旨。恭喜二皇子，您机会来了。李大人，折子已经转到我手里了。我不明白，您干得好好的，也算得上是政绩斐然，怎么突然就要辞官回家了呢？
臣最近身体不是太好，又忽然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跟不上别人的思路。与其如此，还不如告老还乡，就算是保个晚节吧。您最近是跟不上谁的思路了？臣，哎呀，请皇后还是准了臣的橙子，放臣回家种地算了。母亲，我看我还是先走的好。李大人怕是有难言之隐。不，你留下来。我叫你来，恰恰是为了这事儿，还想听听你的意见。李大人，你是我最信任的人，知道我的脾气。我最讨厌文人的那一套虚与委蛇。你有什么话尽管直说，别再绕圈子了。皇后请想，假如有这样一个君主，他把自己的口粮赐予伙食不佳的士卒，半年之中3次大赦2都狱中关押的罪犯。当他刚刚开始执政，就想为前任皇帝钦定的逆臣平反、昭雪、修墓冢。他除了在表现自己的仁爱之外，还在做什么呢？他在默默地谴责将领们的玩忽职守，谴责他们薄待为朝廷卖命的忠勇战士，使他们在士卒的眼中陷入不仁不义的境地，在无声地告诉天下人，朝廷属臣、郡府官员的昏庸无能，他们时时制造冤假错案。还在否认前任皇帝的英明决断，使他们在天之灵愤怒，无法安息。而一个丞相，身为群臣之首，总是处在政治风云动荡的中心，必然首当其冲地承受着天怒人恨。又因为无法保护身后的属臣，而招致同僚们的埋怨。如果再不引咎辞职，那就只能是引颈待图了。李义府，看样子我要是不准奏，就是在害你了。皇后不会害臣。臣担心将来有一天，太子的仁义会害了臣。贤，你说这辞呈，我是收还是不收啊？这么重要的事情，儿臣不敢妄言。儿臣没有对宫里的事务指手画脚的名分。说吧，不必顾虑。要是母亲真想听听我的意见，儿臣以为收与不收并无所谓，因为在我看来，李大人其实根本就没有辞官的意思。他这样做只不过是唤起您对一些事的警惕。你认为目前有哪些事值得警惕呢？什么是一个帝王的首要美德？你说，什么是一个帝王的首要美德？帝王为天子下凡，万民的表率，任何美德对于他来说都是首要的，只不过因时间而定，因需而用罢了。当战祸纷飞时，骁勇善战是他的首要美德；当内忧外困、政务繁忙时，从善如流、任用贤明为其重要；当法纪松弛、人心思变，
就应当雷厉风行、威严有加了。管理这样一个庞大、纷乱、政邪繁杂的帝国，需要的是恩威并施、法律严明。最重要的是能够随机应变，政策随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一味的食古不化，死守唯一虚范的理念，不仅会误臣，也会误主，更会误国呀！二皇子头脑清晰，思路敏捷，将来必担大任呐。道理是不错，只是不知道面对实际情况，你会怎么应对。现在李大人有几件棘手的案子，我也颇感为难，想听一听你的意见。第一，关中大旱，兵士的食粮中多掺杂鱼皮硼石。我想让群臣效仿红的样子，把自己的食粮与他们分食，你觉得怎么样啊？哼，群臣的口粮又能救济几个士卒呢？那谁又能拿出口粮与群臣来分食呢？我想治病治本才是当务之急。现在是清平盛世，人心安定，这是神明对万民的照拂。我想大赦天下，以呈现上天好生之德。你觉得这符合天意民心吗？天意民心就是太平安定，而太平安定靠的是法治严明。母亲，恕儿臣直言，随意大赦天下，只是满足了妇人之仁，干涉法治，恰恰有违天意民心。好，那我再问你，你的红哥哥要宽恕长孙无忌的后代，已经把长孙侯招进东宫，修纂从台御览。你觉得母亲应该怎么办呢？这个，大胆的回答，母亲不会怪罪你的。大哥可能是受人蒙蔽，一时糊涂，我就劝他把长孙侯逐出京城。一个长孙侯能掀起什么样的风波？我是在问你怎么看待红哥哥要为逆臣平反这件事。大哥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已经习惯了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别人也拥有同他相同的优秀品质上。这就如同赌博，要是运气好，长孙侯能够尽弃前嫌，以善相报，成为一代忠良；要是运气不好，也许就引狼入室，培养了一个设计的隐患。要是我不愿意冒这个险呢？那就请母亲下诏，强行胁迫长孙侯出局。那不是有损监国的威信，又动摇皇储的根基，给别有用心之徒可乘之机吗？母亲，责罚子女是为了教育子女，责之越切，爱之越深。我想大哥他是知道这个道理的，而且全天下的人也都知道这个道理，无从谈起有损威信、动摇根基。只要母亲一心爱护大哥，我想任何别有用心之徒都难寻可乘之机的。皇后，二皇子分析事理头头是道，思路清晰，真是难得的人才呀！我大唐天下也算是后继有人了，恭喜皇后！母后，母后，母后，我再也不要穿这样的衣服了，难看不说，穿起来还麻烦。这么多的袋子，累得我都喘不过气来。我要换衣服。那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啊？穿人人都喜欢的衣服啊，比如贺兰姐姐那样的衣服。你是公主，怎么能穿那种轻浮的样式？
才不是呢！贺兰姐姐，人人都说她好看，都夸她漂亮，宫里有好多女孩子都学她的样子，连父皇都跟她在一起。太平，不许胡说！我没胡说，父皇和贺兰姐姐天天在一起喝酒听音乐，还自己编排了好几出皮影戏呢。你宫房里堆的全是贺兰姐姐的新衣服，而且他们连睡觉都在一起。住嘴！有很长一段时间，贺兰氏对于我来说，代表着上线生疏的整个女性世界全部诱人的内涵。她那风铃般的歌声，蝶一般轻盈的舞步，曾是大明宫所有热切眼神所捕捉的尤物。她的存在，间隙性的使我父亲脸上多了一种微醺的神采。他深知，赢得天下男人宠爱最直接的本钱，就是自己年轻妖娆的身体，以及鲜活大胆的欲望。弥漫于宫中的男女私情，催育了他与生俱来的对于风情韵事的敏感，从而提早使他对于性感有了成熟的领悟。自然，爱情等于权力这一横亘帝国后宫秘史的经久顽固的定势，令他同时具有了一颗与年龄不堪相符的危险和隐秘的野心。他运用处于青春期的乖巧而轻浮的智慧，缔造了这场景，指望自己声势浩大的爱情能像镜中折射的那样，从四面八方打击这个气弱体虚的中年男人疲惫的心灵。他期望自己的花容月貌能够永远就这样塞满他模糊的视觉，以致最终占据他同样模糊的头脑。怎么了，贺兰？怎么不跳了？人家辛辛苦苦从胡姬那儿学来的舞，跳了半天，皇上连句话都不说，连个表情都没有。谁知道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呀？喜欢啊，当然是喜欢了。小贺兰做什么朕都喜欢。你没看见，朕连眼皮都没眨一下。贺兰是朕的小仙女，永远轻灵灵的，风一样，好像随时都会飞走的。我哪里飞得走啊？这四海之内，天是您的，地是您的，普天下都是您的猎手，我能飞到哪儿去呢？就算真是飞走了，只要你皇上一句话，我不就马上被捉进笼子里送了回来？我只怕皇上身边漂亮的鸟太多了，飞走了一只，您还不愿意费心去找呢。皇上，你怎么了？你看朕是不是很老？你怎么会老呢？您是真龙，不是常人。天子啊，是不会老的。我看您啊，是太累了，看眼皮下都泛着青，应该好好休息休息了。朕休息的还不够吗？现在，朕连年号都不过问了。皇上是不是怕他？怕谁呀？怕皇后啊！
怕皇后？朕为什么要怕她？朕是真龙，非常人，朕怎么会怕她呢？如果要说怕，我只是怕社稷动摇，怕朝廷不稳，怕百姓遭殃。我说皇上，你就是怕他。我还觉得皇上应该立刻废了他。废他？废了他，然后怎么办呢？废了后，自然要立后啊。那你说我应该立谁呢？立我呀，我是上苍派来辅佐皇上建功立业的。这话听起来很耳熟啊！你让朕想起了一个人，连表情都很相像。10几年前，也有过一个女孩子，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朕很年轻，很感动，抱着她哭了一场。真是奇怪，今天再听这话，不仅不感动，反而想笑。唉，看来朕真是老了。贺兰，你过来。你看你还不够聪明，当不了皇后。皇后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我怎么不够聪明了？皇上以为天底下只有他最聪明吗？哼，天下的智慧分几种，有一种叫阴险狠毒。贺兰，你听着，知道朕为什么最近总来你这儿吗？因为你年轻、简单，于是就很纯洁，朕就可以忘掉后宫里的事、朝堂上的事，轻轻松松的来做一场白日梦，一场美丽的、温柔的清梦。可如果有一天，连梦呓都变得有了主意和欲念，那朕来这儿还有什么意思呢？朕就会非常的伤心。贺兰，我只希望你能够帮朕把梦做得更优美、更完整。你，小贺兰，就是朕身边最美丽的鸟，永远不会被忘掉。听清了吗？你这是什么丝竹板子？怎么选的竟是丧气的曲子，像哀乐似的，听了让人心烦。这是薛仁贵将军在高丽打了胜仗俘虏来的乐班子，据说在高丽很有名，专为皇室贵族奏乐。如果皇上不喜欢，就让他们散了吧。高丽乐，是吗？
你们高丽皇室就听这样的曲子吗？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哼，怪不得会吃败仗。你们就没有快乐一点的曲子吗？皇上，您刚才听到的就是一支快乐的曲子。在高丽，每年的咏春节，大街小巷都会传唱这支曲子，和阳春一样明媚的心情。快乐的。朕怎么就听不出一点儿明媚的味道？听上去，倒好像一首晚秋的哀歌。大概是演奏的心情变了。再明媚的春天，再快乐的调子，在一个满腹哀愁的人眼里耳里，都会浸透着凄婉萧瑟的味道。这么说，你们都满腹哀愁？怎么，大唐错待了你们吗？大唐待我们恩重如山。身为俘虏，我们得到的比我们设想的要多得多。那哀从何来？愁的又是什么呢？大唐待我们越好，我们的哀愁便越沉重。这就犹如寄宿在别人的家里，桌上的食物越鲜美，吃到嘴里就越不是滋味。我们的妻小老人不仅要在万里之外忍受别离的痛苦，还要忍受贫穷。我们同大唐的百姓一样，种田耕地，老实平和的生活，甚至同山里的虎豹相敬如宾。然而有一天，我们被突然宣作另外一个大国的敌人，在国王的号召下，与另外一伙人争夺所谓的自由和尊严。然而我们以卵击石的努力，倒使得我们失去了已有的自由，从而真正远离了尊严。我们被带到他乡，用父母教会的技艺侍奉新的主子，犹如丧家之犬。每当夜深人静，我们闭上眼睛，听到的是妻小的哭声，睁开眼睛看到的是父母无言的泪痕。圣上试想，我们现在哪里还有欢乐的理由？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无尽的哀愁？说得好啊！传旨，解除所有被俘的高丽平民奴隶身份，凡归顺大唐者，每人赏捐5尺，赏钱3000，并可以自由返国。从今往后，你们自由了，去与家人团聚吧。多谢皇上，多谢皇上，皇上。来。皇上！哎，大哥，你能不能坐下？老这么走来走去的，我都心慌了。贤这是什么意思？早早的约我们来，自己又不到，我还有那么多的政务需要打理呢。听说大哥最近正忙着修丛台预览，还主张废了《春秋》，改读《礼记》。是啊，《春秋》简直就是罪恶的摹本，那里面所列奸行，听起来都让人毛骨悚然。哼，说出来就会遭上天报应。要是再让后人研读，
这岂不是推波助澜、弃善扬恶吗？孔子写《春秋》，亦存褒贬，褒善以示范后代，贬恶以警戒来者，所以刻画的越逼真，揭露的越淋漓，读者才会领悟的越深刻。况且所举事件，无论多么发指，都是事实。大哥不会反对吧？但对于一个清明世界，肮脏是应该永远被埋没和被遗忘的。我看大哥是怕，是胆小。如果大哥真是视恶如仇，那就应该坦然视之。不仅要正视他的面孔，还要解剖他的躯体，如庖丁解牛，看看病源究竟在什么地方发威。像大哥这样躲着藏着，连看都不敢。那假如有一天奸恶真的找上门来，大哥以何防范？哼，所以我说大哥是胆小，是恐惧，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这就是你请我来的目的？告诉我胆小如鼠吗？不，今天我找众位皇兄来，是有事要商量。只不过刚才母后召我进宫，所以才晚了几步。母后召你，召你做什么？李义府大人要辞官回家，母后征求我的意见。怎么，大哥，你不知道李大人的事儿吗？不知道。怎么我是太子，母后反倒召你入宫议政啊？